当前的美股市场正处于人工智能的热潮之中，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科技股，特别是与 AI 相关的领域。这种情形让人不禁想起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的情景，也引起了人们对可能出现新一轮泡沫的担忧。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当前的科技股是否真的存在像2000年时那样的泡沫风险，还有就是美股市场可能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崩盘。大家好，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人记忆犹新。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的最高点5048点暴跌，到了2002年的10月仅剩1114点，跌幅超过了 78%。同时，标普500指数也经历了大幅的下滑，市场价值损失了数万亿美元。这场泡沫的破裂导致了无数科技公司的破产或者是长期挣扎，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曾经的市场宠儿。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遭受了巨大的财富损失，许多人的退休储蓄和投资组合蒸发殆尽。很多的媒体和华尔街分析师也将当前的科技股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极为相似。例如，他们指出，从1995年到2000年之间，大量的资金涌入了互联网企业，导致纳斯达克指数在这段时间内上涨了超过6倍。相比之下，此番 AI 热潮至今不过1年多的时间，纳斯达克指数也已经上涨了 70%。这种狂热在表面上似乎与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类似，甚至更甚。个股的表现也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当年的龙头股票思科从1995年到2000年股价上涨了40倍，而英伟达从2022年底的低点至今已经上涨了11倍之多。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那在进行比较之前，让我们明确什么是股市的泡沫。当股市发生泡沫时，资产的价格会远远高于它的实际价值，这主要是由于过度投机所推动。在市场过分乐观时，投资者往往就会忽略财务分析，而相信别人会以更高的价格去购买这些资产。那这种理论也被称为博傻理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产生，就是因为市场普遍相信未来会有人以更高的价格去接盘这些资产，每一个投资者都认为自己不会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不会成为最傻的那一个。相比之下，虽然现在市场情绪也很高，但是投资者还是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和克制。首先，在市盈率方面，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的平均市盈率约为60倍，众多科技股个股的市盈率都超过了100，例如思科的市盈率高达196，甲骨文紧随其后达到了148。而当前纳斯达克的平均市盈率约为31，尽管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1%，但仅仅是2000年时的一半。在7大科技股中，市盈率最高的英伟达也只有72，而其余6大科技股的市盈率都介于25到55之间。其次，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大量的公司是缺乏稳定的基本面支撑或者是明确的商业模式的，股价和市盈率却表现得异常高涨。例如，通过互联网销售宠物食品和配件的 Pets.com， 尽管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和投资，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盈利模式和过度的消耗现金，在2000年11月宣布关闭。即便是业绩良好的公司，像是美国在线和思科，也因为市场对于他们未来增值的过高预期而导致股价虚高。然而，当前的大科技公司均有良好的基本面作为支撑，估值与基本面也较为匹配。即便是估值较高的英伟达，预计未来1到2个季度的业绩增长也会让市盈率进一步的下降。此外，当前 AI 浪潮与当年互联网泡沫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 AI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商业模式。OpenAI 的迅速崛起，就是人工智能从硬件设备向商业运用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这个商业模式还没有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但这也说明了人工智能在商业应用领域还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微软、苹果等企业争相与之合作，也是对 OpenAI 商业价值的背书。那我们再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1997年3月到2000年5月之间，美联储是持续加息的，联邦基金利率从 5.25% 提高到了 6.5%。
而相比之下，美联储从去年7月开始已经停止了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在过去1年内都保持在 5.25%， 较为稳定，而且下半年降息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那在这种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反应也会不一样。综上所述，尽管当前科技股有着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相似之处，但是在市盈率、公司基本面、商业模式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多个关键因素上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这也说明了当前情况和当年泡沫破裂的环境并不完全相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美股已经远离了风险。除了热钱退去和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崩盘外，历史上美股崩盘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1973年到1975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石油禁运使得能源价格飙升，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股市场也因此大幅下跌。那么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层面来看，虽然美国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显示出了通胀进一步放缓，但是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下降和失业率接近 4% 的水平，预示着美国经济有可能会陷入衰退。如果美国的经济在不衰退的情况下降息，那这将是市场上最为期待的金发姑娘的情景，对股市是利好消息，有望推动股市的进一步上涨。然而，如果上述一系列数据持续恶化，这就可能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即将硬着陆，股市就会面临大幅下跌的风险。此外，我们在为美股的表现欢呼时，也不应该忽略外部的风险，像是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欧盟、日本和其他市场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美股构成拖累。股市不可能永远只涨不跌，涨久必跌也是股市的一大规律。因此，控制好仓位和风险，保持投资的理性，是我们每位投资者都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通过对历史和当前市场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做出明确的投资决策，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点赞、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